佛陀的出场设置和你以为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花了11期，从3500年前的印度思想源头，一路走到佛陀入灭，弟子结集，400年口耳相传。但如果现在有人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佛陀到底教了什么？你能用3句话说清楚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你可能会说，佛陀教了4圣谛，教了8正道，教了缘起。没错，但如果你去问一个学净土的人，他会说佛陀教了念佛往生。你去问一个学禅宗的人，他会说佛陀教了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你去问一个藏传修行者，他可能会说佛陀教了机身成佛。你去问一个学华严的人，他会说佛陀教了法界缘起，依寂一切。同一个佛陀怎么教了这么多不同的东西？答案是他没有。这些后来的说法，有的是对原始教法的深入展开，有的是适应不同时代和文化的创造性发展，还有一些说实话是后人自己加进去的。但2500年过去了，这些层层叠加的东西已经和佛陀的原始教法混在了一起，分不清哪些是出厂设置，哪些是后装的软件。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要做一件事儿，在进入佛教分裂的时代之前，把佛陀教法的出厂设置彻底锚定下来。这不是为了考据，也不是为了争谁正宗，而是因为如果你手里没有一把尺子，后面2500年的演化历史，你就没有任何能力判断哪些是深化，哪些是偏离，哪些是完全跑偏了。好，那佛陀的出厂设置到底是什么？我把它浓缩成5个核心模块，不是5个知识点，是5个嵌套在一起的操作系统层级。第一个模块，缘起，这是整个佛法的地基。佛陀在菩提树下看见的核心东西，用一句话说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独立存在的，一切都是条件的聚合。花开了，是因为有种子，有土壤，有水，有阳光，有温度，有时间。缺了任何一个条件，这朵花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这个地方。听起来像常识，对不对？但佛陀把这个原则推到了极限。他说，不只是花，你的身体是缘起的，你的感受是缘起的，你的想法是缘起的，你认为的那个我也是缘起的。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拥有独立的、固定的、不变的本质。而且他不是随便说说，他把缘起展开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，12个环节，从无明到老死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这不是一个线性的因果链，而是一个循环。你的无知驱动了行为模式，行为模式塑造了意识倾向，意识倾向构造了你感知世界的方式，感知方式决定了你的感受，感受触发了可爱，可爱导致了抓取，抓取制造了新的存在状态，然后整个循环重新开始。佛陀说，你不需要打破所有环节，你只需要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看清它，链条就松了。这就直接推出了第2个模块，无我。注意，佛陀说的无我，不是说你不存在，你当然存在，但你不是以你以为的那种方式存在。你以为有一个固定的、不变的、独立的我坐在你身体里面，操控这具肉身，从出生到死亡始终是同一个。佛陀说，你找不到这个东西。你以为的我是5蕴的组合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5种过程不停地在流动，在变化，在交互。你说的我是这5条河流交汇形成的漩涡，漩涡看起来是一个稳定的东西，但它没有一滴水是固定不动的。你现在可以试一下，闭上眼睛3秒钟，问自己，那个正在听这段话的我到底在哪里？你会发现你能找到一个声音，能找到一个念头，能找到一种身体的感觉，但你找不到一个独立于这些过程之外的纯粹的我。这不是哲学游戏，这是佛陀要你亲自做的实验。这2个模块合在一起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佛陀要讲第3个模块，4圣谛。苦、集、灭、道，这4个字不是道德说教，而是一个精准的诊断结构。苦是现象描述，
这里要特别说一下，佛陀用的那个巴利语词叫 dukkha， 翻译成苦其实是窄了。dukkha 的本意是车轮的轴孔没有对准，所以车轮转起来总是咯噔咯噔的不顺畅。它描述的不是某种剧烈的疼痛，而是你人生中那种根本性的不对劲感。你拥有了想要的东西，还是觉得差点什么。你达到了目标，兴奋感很快就消退了。你一切都很好，但半夜醒来还是会有一丝说不出的不安。这才是 dukkha， 它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，而是你和世界互动的方式本身有一个结构性的偏差，即是病因分析。这种不满足来自可爱，来自你不停地想抓住那些本质上抓不住的东西。灭是预后判断，这个病可以治好，苦可以止息。道是治疗方案，就是八正道。注意这个结构的精妙之处，佛陀没有说你应该信什么，他说的是这是一个事实结构，你可以自己验证。你现在就可以检查一下，你人生中最痛苦的那些时刻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底层模式，就是你在试图抓住某个注定会变的东西，一段关系，一个身份，一种感觉，一个承诺。抓得越紧，变化来临时就越痛。那怎么治？八正道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我在第3期讲初转法轮的时候详细拆过，今天只强调2个很多人忽略的点。第一个点，八正道不是8个独立要求，它是一个系统。正见排在第1位绝不是偶然，你必须先看见真相，后面所有的操作才有方向。如果你连苦的本质都没看清，你的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就是在盲目的模仿行为规范，跟小学生背校规没有区别。第二个点，八正道的底层架构是戒、定、慧3学。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属于戒学，管的是你的行为输出；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属于定学，管的是你的注意力管理；正见、正思维属于慧学，管的是你的认知校准。戒定慧不是3个阶段，而是3个同时运行的子系统。你的行为不乱，注意力才能集中，注意力集中了，才能看清真相，看清了真相，行为自然就不乱了。它是一个自增强的循环。佛陀设计的这套系统精妙之处就在于，你从任何一个入口进去都行，只要转起来，整个系统就会自动校准。这就引出了第4个模块，3个验证标准。后来的佛教理论家把它总结成了3法印这个名字，但核心内容在最早的经典里就有了。什么是真正的佛法？任何教导，不管它自称是佛说的还是祖师说的，拿这3条标准一检验就知道。第一，诸行无常，一切有条件的现象都在变化。第二，诸法无我，一切现象都没有独立固定的本质。第三，涅槃寂静，当你不再对抗无常，不再执着于自我，苦就止息了。这3条不是3条教义，而是3个检测标准。就像你买一瓶药，瓶子上如果没有药监局的批准文号，你就知道这个药不靠谱。佛陀给你的这3条验证标准，就是佛法领域的药监局认证。后面2500年会出现无数的宗派、理论、修法，你拿这3条一比对，符合的就是核心教法的延伸，不符合的就值得打个问号。第5个模块，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一个，中道。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，第一件事讲的不是四圣谛，而是中道。他先否定了2个极端，纵欲享乐不行，极端苦行也不行。这不是和稀泥，也不是折中主义。中道的本质是，任何执着本身就是苦的来源，不管你执着的是快乐还是痛苦。极端苦行者执着于自我折磨，认为痛苦可以带来解脱；纵欲者执着于感官刺激，认为快乐可以带来满足。佛陀说，这2个方向看起来相反，但底层逻辑是同一个东西，就是执着。你想想这有多精准。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自律的人，自律到他对自律本身上了瘾，每天打卡、冥想、跑步、读书，少做了一项就焦虑的不行。他的自律已经不是工具，而是变成了一种新的执着。佛陀2500年前就看见了这件事。中道不是一条路线，它是一个原则。
在任何处境下，当你发现自己在执着于某个极端，那就是偏了。好，5个核心模块说完了：缘起、无我、四圣谛、3重验证标准、中道。这就是佛陀教法的出场设置。但仅仅知道出场设置有什么还不够，你还需要知道出场设置里没有什么。这个清单可能会让一些人不太舒服。出场设置里没有菩萨道。佛陀在原始教法中没有说你要发愿度一切众生，他说的是你先看清苦的本质，走完8正道，正得解脱。菩萨道是后来大乘佛教的创造性发展，非常伟大，但它不在出场设置里。出场设置里没有佛性。佛陀没有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大乘经典里。原始佛教讲的是每个人都有觉悟的潜能，但这和说每个人内部有一个固定的本自具足的佛性是2个不同的命题。出场设置里没有净土，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念佛往生，这些完全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信仰体系。出场设置里没有咒语和仪轨，佛陀没有教任何陀罗尼，没有教密法，没有教坛城观想，这些是密教时期的产物。出场设置里没有系统化的顿悟法门。佛陀描述的修行路径是一个完整的训练体系，8正道、戒、定、慧3学是要一步步走的。虽然在早期经典里也记载了有人听佛陀一席话就当场觉醒，但把顿悟作为一种独立的修行路线来强调，跟渐修对立起来辩论，那是1000多年后中国禅宗的创造。我说这些不是要否定后来的发展，后面的系列会用大量的篇幅讲每一个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，他们中的很多确实有深刻的洞见，确实帮助了无数人。但你必须知道哪些是原装的，哪些是后装的，否则你就会陷入一个困境，把2500年后的产品和创始人的初心混为一谈。另外还有2样东西是出场设置里有的，但经常被忽略。一个是僧团制度。佛陀不只是一个思想家，他还是一个组织架构师，他建立了一套基于戒律的社区运行协议。僧团的决策靠集体会议而不是个人权威，财务公开透明，重大事项需要全体成员一致通过。这套制度和古希腊的民主改革几乎处于同一时代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一批民主决策实验之一。佛陀深知，再好的教法如果没有一个能让它持续运转的组织形式，迟早会变质。另一个是对基说法的教学方法论。佛陀从来不是用同一套话对所有人讲，他对苦行者讲中道，对婆罗门讲无我，对国王讲因果，对悲伤的母亲讲无常。同一个核心洞见，它能翻译成完全不同的版本，这不是前后矛盾，这是一种极高明的教学技术。但也正是这个特点给后来的分裂埋下了种子，因为不同的人听到了不同的版本，很容易把自己听到的那个版本当成唯一正确的真理。这就像今天的安卓手机，功能极其丰富，各种 APP， 各种定制界面，但如果你不知道底层的 Linux 内核长什么样，你就分不清哪些是操作系统级的必要组件，哪些是某个品牌自己塞进去的预装软件。预装软件不一定不好，有些甚至很有用，但你得知道它是预装的，而不是把它当成操作系统本身。那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佛陀到底教了什么？如果我只能用3句话说清楚，我会这样说。第一句，一切现象都是条件的聚合，没有任何东西拥有独立不变的本质。第二句，你的痛苦来自于你试图在一个无常的世界里抓住固定的东西，而这个抓取的冲动本身可以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止息。第三句，看见的方法是中道，既不逃避也不沉溺，而是如实的观察正在发生的一切。这3句话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看见的东西，经过初转法轮翻译成人类语言，经过45年的教学不断展开，最后通过弟子的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核心。简单吗？太简单了，简单到你可能会怀疑，就这？但这恰恰就是最值得深思的地方。如果佛陀的核心教法就是这3句话，那后来的那些庞大的理论体系、复杂的修行仪轨、
精密的哲学论辩是怎么从这3句话里长出来的，它们和这3句话还有多少关系，有多少是对这3句话的深化，有多少是对这3句话的改造，又有多少其实已经在说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修行者学了10几年佛法，读了几十部经论，到最后反而越来越迷茫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今天这件事，先把出场设置搞清楚。他们一上来就进了某个宗派、某位老师、某套修法，然后用那套修法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佛法。这就像你一出生就用3星手机，用了20年，你就会觉得3星的界面就是安卓本身，别人跟你说原生安卓不长这样，你反而觉得奇怪。今天这一期就是带你看一眼原生系统。记住这个画面，后面不管遇到什么宗派、什么理论、什么大师，你都可以把它拿出来比对一下，不是为了否定任何东西，而是为了知道自己站在哪里。好了，第1幕到这里正式收束。从下一期开始，我们进入第2幕，佛教历史上最戏剧性的阶段之一，部派分裂。佛陀走了，留下了这颗简洁到极致的种子，这颗种子在他身后不到100年就裂开了。而导致第一次裂开的原因，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争论，是一件听起来特别不起眼的小事，跟钱有关。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一个修行团体彻底分裂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，下期我们揭晓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